没出太阳系，人类是怎么知道银河系全貌的？当你抬头仰望星空，那条横跨天际的银河美得让人窒息。可你有没有想过，人类连太阳系的门都没真正跨出去？目前飞得最远的旅行者1号飞了快50年，虽然已经穿越日球层顶，进入了星际介质区域，但距离完全穿越奥尔特云，抵达真正的星际深空，还有极其漫长的路程。那我们教科书上那些高清的银河系全身照是怎么来的呢？这事儿就像一个从未出过房门，甚至连窗帘都没拉开过的孩子，竟然凭借着屋子里的蛛丝马迹，画出了一张精确到城市主要街道和地标性建筑的城市地图。这到底是科学家的脑补和幻觉，还是真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上帝视角在暗中指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现在的处境比这更尴尬。我们待在银河系猎户座悬臂边缘，就像坐在一间巨大且充满烟雾的屋子角落，想看清整栋大楼的结构。更要命的是，银河系盘面上到处是星际尘埃和气体云，这些雾霾把视线挡得死死的，天文学上叫星际消光。它像一层厚重且不透明的黑色面纱，让处于内部的我们难以窥见家园的全貌。这种视觉上的封锁曾让早期的天文学家感到无比绝望。那么科学家是怎么破局的呢？最早想给银河系画像的赫歇尔，在18世纪用最笨的办法数星星。他觉得哪边星星多，银河系就延伸得远。虽然他画出的大饼很简陋，且误以为太阳在中心，但这是人类第一次尝试从内部推测整体。直到20世纪初，天文学家沙普利通过观测球状星团分布，发现它们绕着一个遥远的点转，我们才发现太阳系其实在银河系的郊区。要画地图，得先知道距离。天文学家有3板斧，第一板斧是周年视差法。地球绕日公转半年移动3亿公里，利用这个位移看恒星的微小位置变化，就能算出距离。但视差法只能测近处的，远一点的就要用第2板斧标准烛光，比如造父变星。这种星星很有意思，它会像心脏一样周期性的闪烁，而且科学家们发现它闪烁的周期和它的真实亮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确的关系，这被称为周光关系。这项发现归功于杰出的女天文学家亨利艾塔勒维特。我们只要量出它闪烁的周期，就能算出它的绝对亮度，再对比我们看到的视亮度，距离就自然而然地算出来了。到了2025年初，盖亚卫星完成了10年使命，精确测量了18亿颗恒星的坐标。有了这18亿个点，银河系的3D 骨架就搭起来了。有了骨架得填肉，既然可见光会被灰尘挡住，我们就换红外线和无线电波看。它们能像 WiFi 信号一样穿透尘埃，特别是著名的21厘米青谱线。通过接收这些信号，科学家像有了透视眼，看清了气体云的分布。通过多普勒效应测出运动速度，我们确认了银河系拥有多条悬臂结构。传统上基于可见光观测，认为有英仙座、人马座、矩尺座和盾牌半人马座4条主要悬臂。然而，最新的红外观测和模型倾向于认为其中英仙座和盾牌半人马座2条更为显著，而其他悬臂可能更像是它们的分支或局部结构。这正是银河系复杂而动态的魅力所在。整合数据后发现，银河系并不是平坦的圆盘。最新研究显示，银河系边缘是翘曲的，像晒变形的黑胶唱片或薯片。2024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团队利用2600多颗造父变星，首创时光动画方法，展示了这种翘曲是如何随时间旋转的。这可能和周围暗物质晕或矮星系的引力相互作用有关。现在的银河系照片中心都有个长长的2块，这叫棒状结构，所以它是棒旋星系。这是靠红外望远镜，如斯皮策和韦伯发现的。韦伯能看穿银心迷雾，发现那里的恒星排列成了一个巨大的长棒。这个长棒像搅拌棒，搅动着全星系的恒星运动，并把物质送往银心，喂养超大质量黑洞。关于银河系的大小，最新数据更惊人。
以前说直径约10万光年，但2025年最新观测显示，真实直径可能达18万甚至20万光年。银河系也不孤立，周围围着一群小弟矮星系。2025年研究发现，银河系历史充满吞并，比如100亿年前吞掉了一个巨大星系，塑造了现在的银盘。银河系的体重也是热点。2023年，国科大团队估算约为8050亿倍太阳质量，其中绝大部分是看不见的暗物质。尽管银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的证据已非常确凿，但2026年初，也有极少数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银心可能存在由暗物质构成的致密核心，这为我们理解宇宙增添了新的可能性。当然，这仍是一个处于激烈争论中的前沿理论，但这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永远在挑战和修正认知。你可能会问，从里往外看，万一错了呢？这就需要找参照物。宇宙中像银河系的星系多的是，比如25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通过对比运行规律和恒星组成进行类比建模，就像你没见过自家外观，但见过邻居同户型，结合屋内测量就能肯定自家房子的长相。比如 NGC 7773星系，距离我们4亿光年，它的旋臂结构简直就是银河系的孪生兄弟。再聊聊旋臂，最新 3D 地图显示，旋臂并不规整，充满了动态美。我们所在的猎户座旋臂比想象的要长且结实。2025年，科学家还发现了一股横跨数万光年的巨大波浪拉德克利夫波，像盘面上的涟漪。太阳系就在这波浪附近随波逐流。人类简直太牛了，连太阳系都没出去，就凭微弱星光和无线电信号，在脑海和计算机里拼凑出了直径10几万光年的庞然大物全貌。就像被关黑屋子的孩子，通过门缝风声和钥匙孔微光推算出了整个世界。这不仅是物理的胜利，更是想象力的胜利。这种探索过程本身比照片更有意义。从赫歇尔数星星到盖亚测绘18亿恒星，每一次更新都在告诉我们，人类虽渺小，但好奇心可跨越光年。最近，通过盖亚、韦伯及未来的罗曼空间望远镜，银河系真容证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已知它是一个拥有约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总质量包括暗物质约为8050亿倍太阳质量，带着优雅翘曲和巨大棒状结构的棒旋星系。它在旋转、脉动、吞噬，也在孕育生命。这就是人类写给宇宙的一首最壮丽、最深情的数字化情书。即便我们的身体被束缚在小小的地球上，但我们的思绪早已随着那些光子飞向了银河系的每一个角落。